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心迷万境转，心物转万境。那心迷万境转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的内心陷入迷惑或无明的时候呢，外在的万事万物的种种境界呢，就会牵动我们的情绪跟行为啦，让我们的情绪起伏不定，烦恼重重让我们的行为呢，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这个时候我们就变成被外境奴隶，叫做心迷万境转。那心物转万境刚好相反意思是说，当我们的心开悟了、明理了、安定了，那无明就变成光明了。这个时候就能转化外在的境界，让外境被我们的内心所转叫做心物转万境那心迷万境转，心物转万境这句话的意思，跟六祖坛经里面慧能大师的教法非常接近慧能大师讲：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也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这些金句都不离开一个字，叫做心其实佛教的唯识学理论呢，也跟这些道理是相应的、相通的。佛法讲万法唯识意思就是所有的境界都是心的反应跟示现外境原本是无自性的，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而生的，因此才说一切唯心造嘛。所以万法唯心跟万法唯识是一样的意思啦那心迷万境转会让人随波逐流，这个是凡夫。那心物转万境呢，会让人安住当下这个是修行人现在我们用真人真事来解释以上的道理大家听得会更明白了有一次呢，在社区的读书会过后呢，那我跟一些志工们呢交流那席间呢，大家就针对志工落实社区制度以后呢，在适应上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志工落实社区化的意思就是说，你住在台北就不要跑去桃园或台中或者高雄做志工啦。你住在台北的松山，就不要跑去万华做志工啦。那这个是证严上人一部八法印的其中一项重要的理念。那志工就在自己的住家的社区范围内参加活动这样会比较方便，也才能够持续的那就有一位志工呢，因为社区志工的制度实施以后呢，这个活动的区域划分呢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小了嘛。那变成说，本来一组拆成两组嘛，对，那变成说必须跟过去常相处也很投缘的那个组长分开了，一组变两组的嘛，对。那造成心理上呢，不能适应，因为难分难舍那有一位志工呢，也是一样，在关怀一位慈济的长期照顾户，1年后呢，同样面对这个社区制度的这个关系呢，必须分组必须换由别组的志工来接手关怀这个个案因此呢，也是心生不舍。我跟这个照顾户很投缘他需要我也希望帮助他，变得有这种感情的牵绊那这2位志工都因为不舍而陷入情执之中其实我们要懂一个道理就是人类跟万物都是遵循着生住异灭跟成住坏空的定律在运转。有缘生必有缘灭有相聚就有离别天下更没有不散的宴席也由不得我们做主了。任何人对此都是无可奈何的那关怀照顾户一段时间过后要换组了，因为感情的投入而依依不舍嘛，或社区志工重新分组以后呢，要跟原来投缘的那个组长分开那这些都是情感上的执着那情执也是一种我执一旦执迷不悟甚至执妄为真那反而成为感情的受灾户了呢。那这也是一种
苦难的众生呢。所以悟者跟迷者最大的差别在于观察境缘啊，境界跟因缘观察境缘跟应付变迁的能力呢有所不同。觉悟的人善于观察境界跟因缘并把它妙用成为助修以这个方式透过这个观察力把它转化为应变力跟适应力而让自己的心灵成长这个应变力跟适应力对我们在应付环境变迁的时候呢是很重要的两种力量我们读书会也曾经详细解释过。那刚刚上面那2位志工在志工制度改变之后呢，陷入迷惑而被境界所转了，造成在这个情执上的难舍这个就是心迷万境转了。简单讲就是适应力跟应变力不够，这是要不断的透过文法跟用法了解，还要实践，也就是做中学，学中做，才有办法有效提升迷惑的人呢，常常被境缘所迷并且会在迷境中的乱的方向而不自知。其实师父要我们落实社区，一定有师父的用意嘛。我们做弟子的，只要信受奉行，尊师重道，做就对了，就没有这些烦恼了，不是吗？佛法有一句话叫做性事无定意思是说人的心性不是固定的，会因为环境的这个变迁呢，或情绪的起伏呢，而不断变化有时候早上心情还好好的可是听到一句不中听的话之后呢，或碰到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之后，就变成心烦意乱。本来是心宽念存，变成心不宽念不存了，变来变去这个叫做性事无定也就是念头啦、情绪啦、想法啦，变来变去，很不牢靠，很不稳定。所以学佛要修持戒定慧就是要克服这些不稳定、不牢靠的心性嘛。早期有一位对慈济不相信的摊贩他的太太很有善根每天都会投几块钱到竹筒里面要让证严上来去救人那他的先生就用嘲笑的口吻跟他太太说这个根本是天方夜谭后来看到证严上呢以这个方式盖了慈济医院，也盖了慈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也推动了4大志业，这个才转念而心服口服自己也因此投入这个竹筒岁月的推动者这个就是性事无定的展现性事无定的现象那人因为有性事无定的这个弱点就好像水中的鱼一样到处有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这个就是性事无定常常会游到渔网里面去，让自己缠住而动弹不得那迷者也是一样懵懵懂懂，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常常是但观于密，不见深坑就容易尝一点甜头而走入陷阱，无法脱身甚至被诈骗人财两失也是一样人人虽然都会有主见跟定见但还是离不开性事无定性事无定，简单讲就是心理上的什么生住意灭嘛，想法变来变去，不是吗？一下子还有政治政见，一下子又陷入妄知妄见很不稳定例如一旦为情所困落入情网这个就是情执跟爱执亲情、友情、爱情都一样，落入情网就好像鱼入渔网一样好像一条大绳索把我们紧紧的捆绑动弹不得常常被感情束缚到负担越来越多，包袱越来越重，造成人生的步伐越走越沉重这样的人生当然很难清安嘛，对不对我们来学佛就是要越学越达观，越学越清心近缘看得开，万缘才放得下嘛。那万缘放得下，
的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啦，这样才会让人生充满希望嘛。所以人一旦有了达观，就比较会有菩萨游戏人间的胸怀啦，比较能看淡一切啦。而一旦又启发了智慧啦，那就容易心悟转万境啦，心悟就很自在啦。只要心不迷惑啦，面对感情或人际关系的各种境界，自然也能够怎么样明辨迷悟，明察秋毫啊，做起事来是了了分明，绝不含糊啊。所以无论是友情、恋情、爱情，甚至是亲情，都离不开以情相牵啊，两情相悦啊，有情有爱啊，但终究还是离不开悲欢离合啊。这个就是人生八大苦之一的爱别离苦嘛。好，那情归何处呢？情归有缘人呐，有缘人在什么？因缘成熟处啦。因缘成熟就有缘了，因缘消失就是无缘了。那有缘就把握了，那无缘就不必攀缘了。因此，如果能够心悟，则情爱变成长情大爱，这个是智慧；如果心迷，则情爱变成私情小爱，那个是烦恼。所以要转万境还是万境转，就端看我们这一念心啊。因为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嘛，叫做存乎一心呐。同理，觉悟的时候，因为能够转万境嘛，所以烦恼变成菩提啦。那迷惑的时候呢，因为被万境所转了嘛，所以菩提都会变成烦恼啊。智慧是无量无边，烦恼也是无量无边呐。然而运用之妙就在一念之间呐。所以一个人如果只是具备爱心跟慈悲啊，但不去充实知识跟提升自己啊，就很容易落入妇人之仁呢。因为爱心泛滥而成为烂好人。所以孔子才说嘛，好人不好学，其弊也愚。弊就是说他的问题啦，就是这个意思啊。很有爱心，但是不爱学习，就很可能会怎么样？好心做错事啊。那生性很聪明哦，但是不爱学习，那就很可能怎么样？聪明反被聪明误啦。做人是憨厚老实，这个好事啊，但是不爱学习，那就很可能怎么样？遇事不懂得取舍分寸啊，不懂得通权达变啊，这单纯有余啦，应变不足啦，就是这个意思啦。做人很正直，很耿直，这个很好。但是不爱学习，那这个就很可能会变成什么？心直口快啦，尖酸刻薄啦。见义勇为也是很好啊，但不爱学习，那就很可能怎么样？有勇无谋，匹夫之勇啊。简单讲了，就是要从入人群的实践过程中呢，去体悟人生的道理的。那这个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哦。也就是孔子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道理啦。学就是学习嘛，那时习之，就是实践的意思哦。那不亦乐乎，人生一大乐事啊。那把这些道理用在心迷万境转，心悟转万境，也是通，道道相通。心迷跟心悟的根本差异就在怎么样？有没有学习？迷跟悟之间呢，差在哪里？差在你有没有要学习啊？心若迷惑啊，即使出发点是好意啊，也可能因为你没有学习嘛，所以你不了解因缘嘛，或没有智慧分辨对错嘛，而被境界牵着鼻子走啊。这就是刚刚前面讲的，有爱心但是不爱学习啊。这样子的人很容易乱做好事啊，就在变成糊里糊涂的救啊。甚至努力在做错的事情，还自我感觉良好。对，我们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啊。心若觉悟呢，不但不被境界影响啊，还能用智慧来转万境啊。那这个就需要不断的学习跟修炼哦，才能成为有智慧的行善者啊。总而言之啦，爱心是起点，
学习是方向，智慧是结果啊。只有爱心而不学习，这样子的爱心也可能会造成心迷哦。有爱心，但是心还是迷的；有爱心也爱学习，才有可能心悟了。有爱心又有智慧了嘛。有一次呢，一位会众在演讲过后问我了他说他自己在小时候呢，曾经经历过一些伤害，什么伤害他是没有明讲的那造成长大后呢，心中呢充满了仇恨跟怨恨虽然听过很多的佛理也尝试念经但是每次听经或念经过后呢，心里都能够获得平静但是一旦受到事情的刺激以后呢，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那一种令人讨厌的仇恨感又来了他说了他想控制自己心，不要被这样的境界所牵绊，但是做不到，请问我该怎么办呢？我就跟他分享了我说佛说了嗔灭一切善，嗔为善之毒嗔为毒之根杀嗔则安乐，杀嗔则无忧所以心中如果充满了嗔恨跟仇恨生活绝对无法过得悦乐了。这就是痛苦跟烦恼的缘起之一伤害也好障碍也好或一切的不如意都不是别人所给我们的呢，而是自己的心造出来的呢。有被伤害的果，必有伤害别人的因在前，因果是历历不爽嘛。所以懂得因缘果报的道理呢，才能够以平常心去随缘消旧业，逆来顺受顺来看破也不会去怨天尤人，这个才是正信佛法的正思维我跟他说了你从念经听经而获得心灵上的平静，但是事情一来打回原形了，这表示你所闻的法跟你所念的经呢，都还经不起考验呢，派不上用场如果你能够在念经、读经、听经、诵经之后，再加以行经，学过念过之后再去实践，这样学以致用将所念及所听的经中的道理呢，化为行动，去闻声救苦，并且在见苦知福之后呢，再福中修慧，再加码，再提升，这样才有办法将佛理呢巩固成为自己的智慧啦。那智慧一旦启发了、巩固好了，事情一来呢，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心悟转万境了，而不会被境界所影响了。后来他也参加志工的了那经过正信佛法的洗涤呢，他从以前的心迷就会苦，到现在是心悟就自在。那其实这个是每一个志工做志工之后或学佛之后的心路历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心被境转就是凡夫，心能转境就是如来。转万境或万境转的关键，其实就在于我们的心是迷还是悟迷跟悟这两种状态呢，会导致我们对外境的反应截然不同。别人一句话就让我们生气一整天，这个就是心迷万境转相反的，别人批评我们，我们反而感恩对方的提醒并把批评当作善意的鞭策这样就是心悟转万境了。所以不是万境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是我们内心的状态决定我们如何去面对万境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做到去无存精那就是心悟。相反的，如果是混淆不清那就是心迷。心迷则混淆不清心悟则去无存精心迷则妄念重生，心悟则正念分明所以迷在哪里，悟在哪里，无在哪里，精在哪里。要转迷成悟，或者去无存精，都在一念之间那心迷万境转就是无那心悟转万境就是精。那生活能够去无存精，
那生活自然是品质精致嘛，人生当然是清安自在嘛。好，我们大家一起共勉了哈。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心迷万境转，心物转万境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那是生生世世